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携手蓝宝石腕表，3大隐藏惊喜颠覆你的认知。赵丽颖用8年时间证明，优雅不是天生的光环，而是时间一针一线绣出的成色。浪琴新月星辰腕表承载着月亮温柔与星辰果敢，提醒每个追梦人，你值得独一份的好运，无需和谁比。优雅说起来简单，真要把它活成一道风景，可没几个做得到。有人天生自带光环，更多人得一步步熬出来。像赵丽颖就是典型。前些天偶然刷到她一套庄园大片，照片里故事感满的快意出来，光看那组镜头，忍不住想，这姑娘还真撑得起优雅2字。双引号，短短一个片段，几十秒不到，却像把她一路走来的脚印都拍进去了。从最早在剧组边缘晃悠的小姑娘，到现在影视圈双面开花的女主，她身上那种温柔和坚定一点不冲突。镜头切到她在迷宫里探索，慢慢前行，那镜头跟她刚进娱乐圈时带着外行身份硬闯相得益彰。谁还记得她刚出道那阵子有多不被看好？主角没人信她能撑，心里却早打定主意，只要碰上机会，死也得拽住。和她在镜子前对视的时刻，几乎没什么台词，却能让人看懂我是谁，我说了算。双引号，走到楼梯那场一推门，外头是铺展的夜色和无限可能。什么意思？在我是他的下一个高光时刻，也是话外音年岁再长，照样能玩，能做梦，不必活得拘谨。镜头里那块蓝得透彻的腕表，和天上的星辰如影随形，浪漫的像诗。光是那手可摘星辰的架势，就足够让人多想2秒。这番合作，赵丽颖和浪琴算有点渊源。8年时间，两边用实力证明，优雅不是生来就能穿在身上的袍子，而是时间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成色。浪琴这回出的新月星辰新表，信息量很大，意思也直接，你够好，就值得身边一切美好。你够厉害，别说梦想，想啥都能试着抓住。除了赵丽颖，世界那一边的詹妮弗·劳伦斯带的也是她。想想她当年在肯塔基小县城一路打拼到好莱坞顶峰，媒体问她诀窍，她脱口而出几句渴望、自信、野心全都有。我知道只要给我机会，我就赌一把肯定能赢。气质很像戴着美表的女人，都是不服输那型。其实说到浪琴，很多人都是被她人生第一块机械表的标签吸引来，有点纪念意义的调调。可新月星辰非但没落俗套，反倒越看越新鲜，感觉之灵出来了根新骨头。优雅，当然还是优雅，但更是在优雅上加了一道敢想敢做的锋芒。就拿自己来说，今年是第12年创业，在这时候给自己买支天青蓝新月星辰，内心其实藏着点意思。小时候脑袋里装的主编梦，写书的心愿，如今大体圆了，反倒觉得梦这东西，不论字数大小，总的一个赶着一个追。于是这表成了某种提醒，你值得独一份的好运，无需和谁比。双引号，表盒里放着的表堆起来不算少，但总觉得需要一块有自己专属分量的，那种不太吭声，却能在重要时刻撑场面的表。表带、颜色，全是自己喜欢的调调。戴在手上，有种别怕大风大浪照拂得住的底气。钻石点缀，倒不是之图亮，关键是自信，无论平凡还是庆典，当你迈进去，自己先信我值得这一刻的高光。你说它柔弱吧，可那种稳劲还真不糊弄人。月亮的温柔，星辰的果敢，反倒有点懂得珍惜，才算配得上好东西的意思。机芯是机械里的顶配，跟你过日子，能陪伴你很久很久，提醒自己值得慢慢被世界温柔以待。双引号，好了，说正题，天青蓝到底有啥妙处？今天必须聊一聊。一说浪琴老牌子，谁都能爆出2个八卦。有格言，
说什么 elegance is an attitude， 优雅是一种态度，不是端着的气场。行，听着挺撑场面，落到手表上，味道刚好。他有一种气质，既聪明又能撑住场子。都说外在的优雅好学，内心的勇敢、坚韧很难扣印。浪琴是1832年那会儿在瑞士成立，差1-2年就200岁，基本在表圈是老前辈，跟普通的时尚小品牌没法比。经商的、跑职场的、爱整点专业活的人，一戴上它，气质更沉稳。这点在我打拼过程中深有体会。有回写稿子查瑞士钟表业历史，才发现浪琴可不只是卖表。3次制表业差点翻船，它都是最早示警、最快掉头自救的一波。活下来的从来不是最会秀技巧的，而是能屈能伸、随机应变的那批。和社会也像，混不好第二不怨别人，先从自己适应环境下起手。浪琴女表其实历史挺早，20世纪初就有雏形，风格向来低调，不会给你来一堆浮夸外壳，讲求工艺的细节，内外兼修。这类表不是靠噱头撑起来的。历史上最能带起浪琴女郎范儿的，是一波飞行家女英雄，什么 Amy Johnson 单飞英国到开普敦， Eleanor Smith 打破飞行海拔， Ruth Nichols 集全球纪录于一身，他们都信浪琴靠谱。尤其那个独闯大西洋的 Amelia Earhart， 当时谁都觉得女人长途飞不下来，浪琴陪她见证了历史一刻。她还说过，我和星辰独处，瞬间让我联想到这回的新表，理论上月亮星星全绑定了，象征敢闯的气魄。而今时代，凯特、温斯莱特、劳伦斯、赵丽颖都是现在最能打的浪琴女主，一个个都靠坚持、率性打拼出来，优雅不死板，成长看得见。新月星辰系列自2009年推出来，主打女性温柔气质和现代风格。新款腕表考虑的更多，保护经典的月光温柔，也把点睛的星辰之力加进来了。钻石蓝宝石铺陈表圈里，自信全在细节里。机芯也是顶流，专业型跟得上。一个腕表不光是精致造型，还能让你体验工匠精神，内外共振，这才是浪琴味道。翻过来聊色彩，新款天青蓝，老实说，第一眼就爱上。走红毯，上盛典，一身星光裙，蓝色是我保底色。穿成大海，涵盖天光，总觉得能把气场捏得更稳。你有过那种感觉吗？蓝看似平常，一到大场合就是压轴主角，不光胜在外观，还有种安心的底气，关键时刻稳得一匹。再聊聊蓝宝石，浪琴这波腕表首次把48颗蓝宝石嵌进表圈，看似杂乱，实则递进渐变，宝石大小随着壳体轮廓变换，跟糕点铺的千层蛋糕一样，越细品越讲究。蓝宝石在欧美文化圈一直算贵气，英国王室心头好，王妃订婚戒指一律用蓝色主石。据说结婚时戴蓝色能保证忠贞，老话说 Marry in blue, love be true。想要腕表既浪漫又能做信物的，这没准能镇住场子。再说说自己的喜好，喜欢水的总对蓝色敏感，天青蓝搭配鳄鱼皮表带，偶尔抬腕，就像站在海边听风，看潮涨潮落。表带和天色一个色系，风生水起，带着出门都有好运感。现代都市节奏紧，有时候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手腕这一抹蓝，总能滤掉7-8成杂念，给你平静，提醒你优雅不是避世，是风暴眼中还稳如老狗。普通日子里，哪怕只是在菜市场兜一圈，都觉得被大自然的美感润了润气场。这种天青蓝灵感源自于蓝调时刻，日出前日落后，天色蓝得惊人，有那么10来分钟，整个天空静谧的像室外。看过 P.S. Cryer 的斯卡恩南滩的夏日傍晚没？那滤镜正是母贝表盘温润，呼吸感很足，每只都不会完全一样。钻石闪烁点点，
和 logo 那翅膀一样，时刻提醒你自由自在。月香盘和深蓝表盘组合，简直绝了！明月和暗夜，色彩叠加，云开见青天。想象一块手表能承载多少情绪，远超计时器，是生活质地，是文化的细水长流。真正的好表，总能在静谧时刻提醒你值得认真生活。切回正装，新月星辰系列这种风格正适合现代女性，有气场，但不高冷，懂柔和也懂刚。职场厮杀也好，生活琐碎也罢，这只表上手就是一份底气。赵丽颖自己说了，什么叫优雅？舒适的做自己，那就够。这个系列能经典下来，全靠对月亮意象的拿捏。新月是意大利语新月，喜欢诗的也许会想起泰戈尔，在月亮之中，你将你的情书递给我。新表表壳用的是34毫米大小，外形圆润，光一打上，线条顺的像新月边，看着别致，其实带着手感温柔。表盘和表冠都做圆润造型，月亮的美好象征藏在每寸细节里。金刚链是一个又一个小月牙，柔中有骨。月香盘升级的也讲究，圆圆的窗户，日历直接嵌进去，视觉连贯。别看是细节，用心做出来就是动人。钢款带钻的版本更大气，旭日纹银灰色表盘配蓝罗马字，稳中带亮。表圈镶钻58颗，天天就算赶地铁都能闪一闪日常的光彩。换个蓝色表带，赵丽颖直说沉静的时髦感，红表带也有一番情调活力加爆棚，她自己就爱红配黑，精神气十足。母贝表盘白的细腻，钻石像小星星，配得上新月星辰这个名字。中秋带着它，看诗都入戏沉中现月心一弦。明明生活在嘈杂城市，有月陪着，也生出一份空灵。在赵丽颖的观念里，浪琴是可以陪伴一路成长的伙伴，要的不是一成不变，而是时光变了，初心依旧。时间带走了许多，却拿不走追梦那股劲。新月星辰与我是这样，找到坚韧的自己，像海里那颗无声的星，心里清楚有梦就得追。在当今娱乐与时尚圈，赵丽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全网热议，而她与蓝宝石腕表的携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视频与明星的简单合作，而是一场视觉与认知的颠覆。赵丽颖作为一位自带流量与话题度的实力派演员，她的选择往往代表着一种趋势的开启。此次佩戴蓝宝石新款腕表，不仅展现了她一贯优雅干练的气质，还通过3大隐藏惊喜，刷新了大众对腕表的理解和认知。我们常常以为腕表只是计时的工具或是点缀穿搭的配饰，但赵丽颖通过这一举动告诉我们，腕表还可以是一种身份的表达，一种态度的展现，甚至是一种审美的进化。首先，赵丽颖佩戴的这款蓝宝石腕表，在设计层面就突破了传统。一般来说，人们对腕表的印象停留在金属质感、皮革表带或是机械机芯的精密运转。然而，这款蓝宝石腕表通过独特的材质运用和线条设计，让人感受到一种晶莹剔透的力量。它不是冰冷的，而是温润的；不是张扬的，而是内敛的。正如赵丽颖本人，她身上那种温婉却坚韧的气质，恰好与这枚腕表的灵魂契合。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明星与饰品的结合，而是一种双向的成全。腕表让赵丽颖的气质更显高级，赵丽颖也让腕表的独特韵味被更多人发现。这样的契合，成为第一个惊喜。原来腕表也可以通过明星的气质，演绎出全新的灵魂。其次，这款蓝宝石腕表所承载的故事性，是第2大惊喜。在当今消费时代，大家对物品的期待早已超越了功能本身，更在乎背后所蕴含的意义。蓝宝石自古以来象征着高贵与纯洁，而赵丽颖一路走来的经历，从农村女孩到如今的一线女星，她身上的坚毅与纯净，恰好呼应了蓝宝石的象征。她不是一夜成名的幸运儿，而是用一步步的努力，一次次的拼搏，
才走到今天。这款腕表背后所讲述的，也正是这样一种坚持与突破的精神。当观众看到赵丽颖佩戴它时，不仅仅是看到了一块饰品，而是在她身上读懂了腕表背后的深意。这种精神性的连接，让人产生共鸣，也让这场合作更加有厚度与温度。第三个惊喜，则在于这款蓝宝石腕表对时尚边界的突破。我们常常把腕表归类为商务风、休闲风或是奢华风，但赵丽颖佩戴它出现在不同场合时，竟能自然切换风格。无论是搭配高定礼服的优雅场合，还是简约日常的轻松状态，腕表都能无缝衔接，成为点睛之笔。这也意味着，它不仅仅是一块限定场合的饰品，而是能够真正融入生活，成为气质与个性的延伸。赵丽颖在不同场景中的演绎，让人发现原来腕表还可以这样婉转，原来时尚不一定是冰冷的规矩，也可以是鲜活灵动的表达。这种打破边界的尝试，正是时尚圈所期待的颠覆性创新。从这三大惊喜中，我们看到了腕表的更多可能性，也看到了赵丽颖作为引领者的力量。她并不是单纯的佩戴一件饰品，而是在用自己的气质、经历与舞台，赋予它全新的价值。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明星与品牌双向成就的关系。正如很多网友所说，赵丽颖佩戴的不只是腕表，更是她的人生态度。这种态度既展现了她内心的坚定，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而这种力量，恰恰是粉丝与观众最为需要的。不可否认，在娱乐圈，很多人选择用话题或是绯闻来维持热度，但赵丽颖却始终用作品、用实力、用行动去证明自己。这一次，她通过与腕表的合作，又一次给大众带来了一份新鲜感与惊艳感。她的身上总是藏着无数意想不到的惊喜，而这份惊喜正是她长红不衰的原因之一。当一个人能够不断刷新别人的认知，不断创造新高度时，她自然会成为大家心中难以替代的存在。赵丽颖做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她不仅仅是观众心中的女演员，更是时尚圈的宠儿，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象征。讨论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赵丽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引发如此大的关注？答案或许在于她的真诚。她不追逐浮华，不刻意迎合，而是选择语字。考古名场面：2001160512，王一博长沙深夜启程仁川，少年感满满。深夜赶飞机的王一博，用连轴转的行程诠释了为梦想窒息的拼搏精神。那些看似朴实的年代感照片，藏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。当你觉得累时，想想这群深夜仍在奔跑的人。我天，你们敢信？前2天刷手机，突然刷到一张图，那画风，那年代感，简直把我直接送回了2016年。我寻思着，这谁啊？怎么穿的这么暗有特色？结果一看日期，好家伙，5月12号。王一博，那个时候的他，还是个刚结束节目录，深夜从长沙往仁川飞的少年。你们说，这算不算一种考古？我当时就好奇了，这趟飞机到底图啥？为啥非得选这么个时间点，把行程安排得跟谍战片似的？深夜出发，这是要悄悄地惊艳所有人吗？还是说，那会儿的行程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？我这好奇心一上来，那还不跟打了鸡血似的？我火速就去网上搜了搜，看看有没有当年的蛛丝马迹。你还别说，这网络世界真是个宝藏。我顺着王一博2001160512机场这几个关键词一通搜，立马就给我挖出来好几张照片。那会儿的他，头发好像还没现在这么扎，但那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，隔着屏幕都感受得到。我一边看一边脑补，估计这会儿节目刚录完，人肯定累得不行，但为了赶飞机，还得硬着头皮往机场赶。这精神，这毅力，可以有。然后我就 get 到了，原来这趟行程
是为了赶上他当时录制的一档节目。说白了，就是前面那个节目刚结束，后面那个节目就得立马接着上，中间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当时就卧槽了一声，这时间管理简直比我当年翘课去网吧都规划的严丝合缝。而且你看他那身行头，虽然现在看来有点怎么说你年代感，但那时候肯定也是走在时尚前沿的吧。我寻思着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为梦想窒息本人吗？家人们谁懂啊？看着这些陈年旧照，我突然觉得每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你看不见的连轴转。所以说啊，当你觉得生活像在跑马拉松，累得跟狗一样的时候，想想当年深夜赶飞机的王一博，再想想那些为了整活把自己累瘫但依旧快乐着的网友们，是不是瞬间觉得这点累也还行？别躺平，再冲冲！2016年的5月12日，长沙的深夜机场，考古画面中那个背着包、眼神清澈的少年王一博正启程前往仁川。彼时的他刚刚录制完节目，行色匆匆，身上还带着未散去的工作气息，却依旧让人一眼记住那份少年感与干净气质。回望这张照片，如同掀开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，让人不禁感慨，时间在流转，但少年身上的纯粹与执着却从未消散。从机场图中可以看出，那时的王一博还带着几分青涩，面庞稚气未退，却有着超乎年纪的冷静与坚定。也许当时很多人只是随意地记录下这一幕，但如今重新翻看，这些瞬间却仿佛有了新的意义。它见证了一个少年的起点，也见证了一个日后顶流明星的默默努力与成长轨迹。那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亮相，而只是日常中的一个行程。可正是这样的片段，才最真实地勾勒出艺人生活中的不易与执着。2016年的王一博正处于出道不久，逐渐被大众熟悉的阶段。他在舞台上是活力四射的少年，在综艺节目里是慢热却真实的性格，在镜头外则是一个需要奔波在不同城市，不断学习、不断积累经验的年轻艺人。长沙深夜的机场并不属于聚光灯最亮的地方，却是他人生路上无数个默默前行的节点之一。正是这些被考古出的画面，让人看到了成功背后从未停下脚步的努力。或许很多粉丝在2016年的时候并未意识到，这个少年有朝一日会成为无数人心中的骄傲。他当时只是在认真完成每一个工作行程，用最质朴的方式积累舞台经验、表演经验乃至待人处事的分寸感。他没有因为年纪小而退缩，更没有因为辛苦而抱怨，而是默默地扛起自己肩上的责任。长沙到仁川这一趟行程看似平凡，却象征着他职业道路上的一次跨越。因为每一次踏出的脚步，都是日后辉煌的一部分。回头看，这种考古不仅仅是一种粉丝的怀旧，更是一种对成长的见证。粉丝们总说，看着王一博，就像看着一个少年一步步长大。从机场的青涩少年，到如今的实力派演员、赛车手、全能艺人，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沉淀，却没有抹去他的清澈。那份少年感，如今依旧存在，只是多了一份沉稳与担当。考古画面让我们看到，原来明星光鲜亮丽的背后，也是无数次深夜赶路、默默无闻的付出。长沙的深夜，机场的灯光，仁川的目的地，这些看似普通的地名与节点，却因为与王一博相关而变得闪光。也正是这种生活化的场景，让人更加亲近他，觉得他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顶流，而是真实存在的，在努力生活与工作的年轻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16年对王一博来说，确实是一个转折点。他在舞台上逐渐被看到，在综艺中积累人气，在影视方面也开始接触更多的机会。这一年，他开始有了更多的可能性，而长沙到仁川的这一趟旅程，也仿佛在暗示着他将要踏上更广阔的舞台。仁川不仅仅是一个城市，
更是他与世界接轨的起点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王一博在后来的几年里不断突破自我，从演员到歌手，从舞者到赛车手，他从未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身份里，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少年可以成长为全能艺人，而热爱和努力就是他最大的底气。如今再看2016年的画面，或许会忍不住感慨，原来当时那个少年，真的一步步走成了无数人心中最耀眼的存在。结论是，考古并不是单纯的怀旧，而是一种重新审视与感悟。王一博的每一步成长，都不是偶然，而是由无数个日夜的坚持堆砌而成。长沙机场的夜晚，仁川的目的地，少年眼神中的坚定，都是日后辉煌的预告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样的画面才会引发粉丝的全网热议和感慨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少年的背影，而是一个梦想逐渐成真的过程。所以，当我们在2025年的今天再提起2016年的王一博，不仅仅是因为想要追忆一张照片，而是因为那份初心与坚持，至今仍然感动着我们。少年感从未消散，努力的轨迹清晰可见。王一博用自己一路走来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保持热爱，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舞台。亲爱的观众和粉丝们，这些考古的瞬间，不只是简单的回忆，而是我们与王一博一同成长的见证。你们曾经为那个深夜启程的少年担心过，也曾为他今天的成绩骄傲过。未来的路依旧漫长，或许会有更多的挑战与未知，但只要回想起2016年那份坚定的背影，就足够相信王一博一定能够走得更远。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，依旧能陪伴他，支持他，像当初守护青涩的王甜甜一样，继续守护如今成熟稳重却依旧纯粹的王一博。愿所有的考古都不只是怀旧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每一段成长都值得铭记，每一份努力都不该被遗忘。王一博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而我们也会一直在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